肖战又一位黑粉登报道歉，我已认识并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，就上述侵权行为给肖战先生带来的困扰和损失，向肖战先生致以诚挚的歉意。渐渐的才了解到，这可能真的就是这些网暴犯的事业。前段时间，著名小说作家唐家三少就告了一位造谣他已经再婚的造谣者，利用肖战的名赚着黑心的钱，希望所有被造谣的人都能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。仔细看就能发现，这次登报道歉的人叫丛思琪，这个人怎么这么熟悉？之前他不是就被告过吗？账号叫做心无外物，是一个 CV， 当时告的他需要支付10万罚款，外加10万元诉讼费用，合计20万。该网暴犯在肖战粉丝收集全证链初期还在叫嚣来告我，在得知被告后，又为自己开脱自己只是一个素人，普普通通的打工者，支付不起这么多钱。事实上，他也无赖到底了。在肖战胜诉后，心无外物拒绝赔偿，在被法院列为老赖后，强制执行3万元。没想到，刚刚过去几个月，他就又被告的登报道歉了。同一个人不同的账号，这时被告后仍然不知悔改，之前的道歉抛之脑后。反观肖战先生，用他的善良允许这些网暴犯以登报的形式道歉，高下立判。很多时候，冤枉你的人比你都知道你有多冤枉，但他们还是回去做，这和惩罚力度太小有关系。而且看了挺多次网暴犯们登报道歉的言论，说实话，字里行间透露着没有真心悔过，很难不会像这位丛思琪一样弄个账号继续造谣。不过认真想一想，网暴犯是否真心悔过一点也不重要，因为这代价远不能弥补被辱骂造谣下颌所遭受的万一，也不指望能杀鸡儆猴杜绝网暴，因为本质为了资源争夺而进行的执黑下场。但粉丝需要看到判决结果，借此稍为2020那无数个难眠流泪的夜，哪怕这远不够。肖战加油，你的未来不可限量。